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用一种半发酵的方法做一款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生煎包。这里需要面粉400克、酵母粉2克、白糖5克、清水230毫升。我们先把面粉里加入2克的酵母粉、5克的白糖，然后分次的加入230毫升的清水，用筷子搅拌成絮状。因为面粉的吸水量不同，这里的清水要逐步的添加。230毫升只是一个参考量，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增加或减少5毫升左右。搅拌成絮状之后，我们把筷子清理干净，然后用手将这些面絮揉成一个面团。第一次揉成的面团，它一定是不光滑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把它揉成面团之后，放进盆里，盖上一块湿布，放在一边，让它静置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之后，我们再过来揉它，这个时候就很轻松的、很容易的就揉成了一个非常光滑的面团。揉成光滑的面团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发酵半个小时左右。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肉馅儿。肉馅里的肉根据个人的喜好，可以选择这种后腿肉，也可以选择这种梅花肉。如果个人不觉得油腻的话，也可以选择五花肉，五花肉的肥肉相对多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香葱、姜片，还有花椒粒，然后加入150毫升的清水，把它们浸泡一会儿。浸泡的时间我们来剁肉馅儿，我们先把肉切成肉片儿，这样后面剁的话比较容易一点。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也可以用料理机把它搅碎，但是个人感觉剁出来的肉馅儿吃起来会更香一些。大家根据个人的情况怎么方便怎么来吧。剁好的肉馅儿是这种颗粒状的，它不是特别的细。我们将剁好的肉馅儿放进一个大碗里，加入2克的花椒粉，少许的白糖，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。这时候再加入我们切好的葱花碎，再打入1个鸡蛋，继续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入刚刚泡好的葱姜水，葱姜水一定要少次分量的加入，加入一点之后用筷子搅拌，直至水分完全的吸收之后再加下一次。将葱姜水完全的加入之后，根据肉馅的咸淡再决定放多少盐，最后再淋点香油在上面，把肉馅搅拌均匀，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。调好肉馅之后，我们的面团也发酵的差不多了。这里的面团它不需要完全的发酵，发酵半个小时左右，你看它体积稍微的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我们将发酵好的面团轻轻的揉匀之后，对切成2半，取其中的一半，我们将它揉成一个长条状。接下来的所有操作就像我们包饺子一样，将搓成长条状的面团，我们把它切成小剂子，剂子的大小和我们包饺子大小差不多。撒上一点面粉，把每一个小剂子都按扁，然后擀成饺子皮大小。我今天做的就是正常生煎的大小，如果你想做最近很流行的拇指生煎的话，这个剂子还可以再小一点。下面我们来包生煎。生煎的包法其实就和包包子一样，取一个面皮，我们放入适量的肉馅儿，然后像捏包子一样把它的褶儿捏出来。这个褶你捏的不好看也没有关系，
只要将它捏得结实不露馅儿就行。我们依次将所有的小包子都包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平底锅内倒上一层薄油，然后将我们包好的小包子倒扣放在平底锅里。摆放的时候不要摆得过分的拥挤，中间稍微留一点空隙。因为是半发面，它后面还会稍微的膨胀一些。中小火将包子的底部煎至焦黄之后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清水的量加至没过包子的一半就可以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继续中小火煎制。如果你的锅是玻璃盖，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它锅内的水分收干了之后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是玻璃盖怎么办呢？那可以听声音，听它锅内的声音出现刺啦刺啦的声音，那个时候它的水分就已经收干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撒上一些葱花和黑芝麻，我们的生煎包就做好了。做好的生煎包，我们不论是蘸醋还是辣椒油，味道都是极佳的，可以做早餐，也可以做主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